日本海产品恢复对华出口，6吨北海道扇贝已在路上，核污水排放后的日本海鲜还能吃吗？11月5日，日本约6吨北海道产冷冻扇贝已向中国出货。另据相关人士透露，600公斤日本青森县产的盐渍海参也将在11月10日对华出口。值得关注的是，这是自2023年福岛核处理水排放引发的全面禁令之后，两国水产品贸易通道的首次恢复。这背后有着复杂的监管壁垒、地缘风险以及两国在动荡世界中寻求稳定平衡的多重因素。要理解今天的解禁，我们得先回溯到2023年禁令是如何诞生的。2023年，日本决定将经过处理的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巨大争议。对于日本这种极端自私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中国认为日本将核污染水一排了之，把环境风险转嫁给了全世界，侵犯了各国人民的健康权、发展权和环境权，基于维护食品安全和民众健康的立场。中国在2023年实施了对日本水产品的全面进口禁令，而且还要求日本切实履行责任和义务，全面配合建立周边邻国等利益攸关方的长期国际监测安排。然而，日本核污水已经让中国消费者对日本海产品产生了极大的核阴影。2年后，我们看到，即使对日本海产品的禁令解除了，但这种深层的安全焦虑并没有消失，而是可能已经成为固定标签了。这次的禁令解除并非是中国妥协了，而是两国在复杂外部环境压力下寻求战略稳定和经济务实合作的结果。水产品贸易的恢复本质上是地缘的润滑剂。2025年6月，中日两国宣布有条件恢复日本部分地区水产品进口。这份协议有个前提，那就是国际原子能总署要在核处理水排海问题上实施追加监测措施，同时中国只会进口那些符合安全标准的日本水产品，检测报告上有一丁点问题都会被拒。有条件这3个字是此次解禁的精髓，它意味着贸易通道虽然开启，但中国海关设立了一套极高的制度壁垒，有3道铁门，用来确保对进口源头、流程和安全的绝对控制。第一道门，根据海关总署的公告，所有暂停进口的水产品生产企业必须重新申请在华注册，只有获得注册之日起生产的产品方可输华。对于食用水生动物、鸡养殖和包装企业，也必须重新申请在华注册。这是一个极高的门槛。根据数据显示，目前日本仅有3家企业获批。这个极低的通过率清晰地向市场表明，中国并非全面开放，而是定点开放或许可正式开放。通过严格控制获批企业的数量，中国海关能够将初期的贸易量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便于进行100%的查验和风险控制。这确保了供应链的源头可控，同时可以有效降低出现负面事件的风险。第二道门，3项强制证书。日本出口商在进口申报时，需要提交3份由日本官方出具的强制性文件：卫生证书、产区证明和放射性物质检测合格证明。尤其是对放射性物质检测合格证明的强制要求，是将放射性安全检查从过去的突击或抽查上升为常态化、制度化的边境监管要件。这意味着对日本官方监管能力的强制要求被写入了通关流程。中国要求日本官方必须能够为其出口产品的安全质量提供保证，一旦检测证明不符合要求，货物将无法通关。第3道门，100%查验与追溯，随时一票否决。海关总署强调，将对日本输华水产品实施严格监管。更重要的是，海关保留了在一旦发现产品不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日方未能有效履行官方监管责任时，将及时采取控制措施的权利。也就是说，日本对华出口的任何批次产品，一旦发现问题，都可能导致政策重新收紧，甚至恢复全面禁令。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有条件恢复进口并非全面解禁，而是设置了一道红线，那就是对日本10个都道府县的禁令持续有效。海关总署的公告明确指出，此次恢复进口排除了来自福岛、群马、立木、茨城、宫城、新系、长野、埼玉、东京和千叶这10个都道府县的水产品，含食用水生动物。这道实现红线的禁令，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一直被严格执行至今。因为这些地区大多位于核事故影响的核心区域或周边地区，风险不可忽视，所以这些年中国仍对这10个地区保持禁令，对中国民众的健康安全保持高度谨慎和负责。对于非实线的产品，风险相对较小，可以通过严格的、制度化的监管来控制，而对于实线的产品，禁令并不会解除。对于日本渔业而言，贸易恢复无疑是巨大的利好。过去禁令实施期间，许多严重依赖中国市场的海产品产业遭受了沉重打击，不得不他们将产品转向了美国和东南亚等市场。解禁后，日本海鲜会逐渐重新进入中国市场，但禁是禁了，中国消费者买不买就不知道了，毕竟核风险的阴影还在，大家对安全问题都很敏感。这次解禁从某种程度上是两国在以经济促稳定，其实对中国而言，日本海产品对不对华出口影响根本不大，中国的可替代选择有很多，但日本就不同了，禁令对日本渔业，特别是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扇贝产业造成了巨大打击，他们对恢复贸易的期望更大，所以这次其实是中国向日本抛出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橄榄枝，从海产品延伸到其他产业，希望日本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更稳定的作用，让双边关系走向更务实、可靠的合作模式。